敬愛的上人、精舍師父，在座的所有的家人，還有線上的家人們，大家下午好。其實這個題目是舊曆年前就做好了，然後一直在想說，從2024到2025，然後2025要跨2026，也就是我們即將邁入60週年。那我就很想在那個新曆年跟舊曆年的中間呢，我覺得志業體就上人對志業四大志業的一個叮嚀跟提醒，能夠先做一個回顧，然後再一個志業一個志業的因為上人在講的這個部分，那結果就像4號剛剛講的，就過年前上人沒有回來，然後開春以後呢，第一個禮拜一呢也沒有我們的慈善匯報，一直到今天正式的一個匯報，所以我想這個在元宵節之前都算過年就是我們能夠重新再來提起，就是上人對於志業的這樣子的一個期許那從2006年講起，2006其實就是慈濟40，那上人也是在這一年提到了慈善醫療教育人文要承擔的使命。可是因為新的一年，我想我們就先回顧一下好了。我想其實從1966功德會成立到2026到2006就是40年，哇！一晃眼你看明年我們就講60週年，今年是59但剛好就10年一輪。然後這一年呢，也是四大志業完備的時候，就慈善做到了國際化、醫療普遍化、教育完全化、人文深度化。那我們去回溯這一條路慈濟功德會要走到60週年那人生那麼無常，其實很多人的生命也不見得能夠走到60年，而我們好像在很多重要的時刻我們都跟上了，所以1966年其實是功德會成立。那這個時候的主統書院，當然一直到今天，我們的主統書院仍然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克難的這樣子的一個點滴的精神。所以我們來看就1976年是10週年。那10週年的時候，其實上人呢，就這一年上人是把帶着花蓮、台北的委員是搭乘遊覽車，那這當中真的很多的故事啦全台的訪貧互查，那其實用意就是讓不同區域的委員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互相學習彼此勉勵，然後也有一個精進。那這個當中就是張有傳醫師來隨行為照顧戶來做一個義診。那1986年了，慈濟的20週年，你看一件多大的事情！8月17號，花蓮慈濟醫院就起業典禮，等於在20歲，如果一個人20歲的話，那就是弱冠之年那就是即將要成立，其實要30才叫而立嘛可這個時候才20年，這麼少的人上人在1979年已經提出要蓋醫院，可在1986年就舉行了這樣的一個起業典禮，而且等於說現在的新聞都很喜歡說開出第一槍，這不是第一槍就發出了第一個聲音，就是免收保證金。我想這個地方後來影響了私立的這個醫院，也影響了我們的公立的院所，就是大家都來取消這樣一個保證。那為什麼上人要第一個要取消這樣一個住院保證？大家去想一想，慈濟因為什麼而成立？一灘血，他沒有辦法繳那個保證金，所以他沒有得到救助的機會。所以這一念心再降到第20年可以成立慈濟醫院的時候，上人就是要取消保證金。那麼也是在這一天，花蓮靜思堂，那早期叫紀念堂動土典禮，所以這2個日子是連在一塊，所以我們只要這樣去算就知道今天哪歸你，那個歸你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來做這樣一個使用。1996年是慈濟30週年，我們談法脈，按照中本是很多的事情。這一年8月1號賀伯颱風，慈濟人總動員那這個台北是淹水淹得很厲害，但是呢你就看到樓下在清垃圾，當然是慈濟人南北來匯合，樓上在丟垃圾。上人說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不認識，所以呢在這個30週年的時候就推動了慈誠委員的重組。那這個就是社區志工，社區志工其實影響了今天非常非常大，因為它可以就近關懷，然後可以動員。那各位有沒有想過曾經學界、專家、政府推動了那麼多的叫社區總體營造，我現在想想，社區總體營造做的最好就是慈濟，沒有用專家的名詞，但我們確確實實的把親幫親、鄰幫鄰這樣子的一個精神給落實了。到2006年就是慈濟的40週年了，這一年很重要，上人提出了一個讓弟子
一定要莫忘的這樣子的2句話，要回歸竹筒歲月，要樹立慈濟新年輪。為什麼是樹立慈濟新年輪？各位想40，一個人40歲叫40不惑，就是因為這40年當中啊，我們的4大志業大概完備了。所以這一年的10月26號，志工總上人說，我希望現在開始發起善的動力，要回歸40年前的竹筒歲月。那我們就要想一想說，那60週年我們要做什麼，或者我們可以呈現給上人什麼？所以上人說，志工菩薩要響應，每天如果有1塊錢，你就要記得去投，出錢出力，最重要就是那樣的一個智慧。然後11月3號，上人說40多年前我們就是在克難中克勤克难建立起來竹筒，所以日行一善，一點點，每個人一個善念，一直到今天還是要持續這樣一個少少的錢來做大事。聚沙成塔，聚滴水成河，不要輕視一點點，每天小小的動作，這個善心，這個愛念，這個就是可以成長慧命。所以不要忘記竹筒歲月在大愛，當年那麼小的錢，那麼小的一念心，可是所展現的是大愛，讓世界亮起來。這個就是慈濟的普遍大愛。11月12號北區的培訓慈誠，上人說，師父現在推動回歸竹筒歲月，你們是40年後才進來的，那我們現在就算算說自己什麼時候進來，40年前的事情不知道，所以上人不斷的說，你要回顧一般人都認為慈濟很有錢，那個時候上人這樣說，現在還是一般人都認為慈濟很有錢。可是上人說，其實不是有錢，是有心。有什麼心？有充分的愛心。師父從竹筒歲月30個家庭主婦5毛錢點滴不漏，每一分錢都是用在最切要的地方，不是先考慮有沒有錢才做。我想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精神，也就是上人不斷的陪伴，要我們在成長，在往前的路上，將來面對所有的苦難，不是先考慮有沒有錢做，是要內心有心，信己無私，然後要信天下人人都有愛，只要無私有愛，沒有做不到的事情。雖然很多困難，但你要有信心，你要有誠正信實，不偏不欺，然後相信人人就有那樣的一份愛。2007年1月30號，這個就連着歲末祝福。上人說，慈濟的法門就是見苦知福。40年前，為了那時候的貧困，所以我們成立功德會。那現在要講，再回去，回歸竹筒歲月。現在人不知福啊，不知道要怎麼造福，所以要呼籲，要呼籲人人的愛心。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富有愛心店，讓大家隨時隨地都能夠把這樣的一個零錢來化為大愛。如果日行一善，家家有餘慶嘛。所以現在不缺物資，欠缺的是愛，更欠缺的是和。那怎麼和？就是把它愛啟發。所以呢，要趕快啟動的就是回歸竹筒歲月。所以呢，上人說，因為台灣的貧，所以開了慈善的門。有了慈善，就有醫療、教育、人文。平常的年是1年4季，慈濟的年應該以40年為一輪。也就是說，我們每10年就有一個年輪。那現在是第41年，就2007年。再一個年輪，那再一個年輪應該是80年，所以我們走到慈濟60叫20年，就是一半。世界慈善，我們的確普遍化，為普天下蒼生多做一點事情。那1月31號北區歲末祝福，他上來說40年來4大志業完全呈現。有人問師父，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上來說，慈濟41年開始要有世界國際觀。日行一善1塊錢5塊錢都沒有關係，最重要就是一念心，還是要繼續有，只要有一念好心，就能夠去造無量的福德。然後2月2號緊接着，上人說每10年一個志業，4個志業算起來就是一輪。那現在就重新推動竹筒歲月，所以就回歸到原始，把克勤克難的愛心啟發出來。上人說41年前我很孤單要做慈善，自己都沒有錢，怎麼去救濟別人呢？就是為佛教為眾生，咬着牙根請大家每天捐5毛錢，從這樣子開始，就算是慈善其實也是很單薄的力量。所以很感恩那時候的，你看那時候只有幾個委員，幾個家庭主婦，3個5個6個，到現在慈濟隊伍浩蕩長。所以我們的4大志業
已經普遍5大洲3大洋都可以看得到慈濟的足跡。好，所以呢，大家用愛的力量，讓窮困的人可以脫離苦難。好，所以這一年就是慈濟的第41年上，這個是慈善輪的開始，大家要日日一善，心寬念存，用愛付出。所以在2006年這個慈濟40週年的時候，上人就講了很多的一個方向。也就2006年，我們第一次辦4大志業同仁精進研習營。那麼這一年呢，上人就提出了傳承淨施法脈，弘揚慈濟宗門。所以12月17號這一年的年底，其實就是我們第一次的精進營。所以上人說，這是我第一次，這是2006年上人第一次提出慈濟宗。那50週年的時候，就是2016年，叫做法脈正傳，宗門正立，這就是歷史。上人說，我在你們都是第一代慈濟人，我們現在都是，哪怕小小孩進來，慈2代、慈3代，這也是他第一次見到上人。4代傳承啊，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那大家都必須是弘揚法脈的人，也是開啟慈濟宗門的菩薩，用心用愛，有志一同的付出。好，所以大家進入三寶之門，承擔三宝如來的家業，就要發揮度眾生的妙法。那對志業體的同仁，其實每年上人都有開示。所以在2008年呢，上人在講法脈要傳，就是要勤行道，你要下功夫，你要淨化心靈，你要守之不動，100千劫。所以上人說，我更要開啟慈濟宗門。這個時候就是一直在推，就是一直要講，我們就是慈濟宗門，不是歷史上的哪一個宗。宗門一開，就是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所以慈濟宗門4大志業，哪一個不是為了社會的需要，為了國際的需要，走入人群？所以入人群就是入經藏，每一個人的家庭。所以上人一直推傳家寶，這就是一個藏經閣。所以我們的修行道場不是在蒲團上做，也不是在大殿裡禮佛。沒有時間參禪打坐，沒有時間坐下來念佛，分秒不空過。我們念佛的道場就是佛在靈山莫遠求，就是在自己心中的那一念佛性。2010年，再一次的精進營，上人說，傳承淨施法脈，弘揚慈濟宗門，不是口號，是我們的精神理念。40多年，一步一腳印，時間絕對要不空過。因為時間可以累積一切，尤其修行者，要有這樣的一個道業，一心一志，步步踏實往前走，才能完成這一年是44年後慈濟志業的完成。其實是已經在這個2006年我們4大志業就算一個完備了，大家都要承擔最重要還是要回歸那個藏觀，法脈精神要傳承還有慈濟宗門要弘揚。也在2006年，上人對教育志業提出來，你要教之以理，要育之以德。然後呢，上人也講到，要我們心寬念存，美善人生，在心念上不要在很多的人我是非當中就把自己給迷失掉了。不要說別人迷失，就先管好自己，心寬念存，美善人生。2006年，上人也提到，人品典範，文史流芳，為時代做見證，為人類寫歷史，為慈濟立經藏。所以上人在2006年回顧跟人文真善美座談，上人說1967年的7月，慈濟月刊創刊的時候，我的師父上印下順導師親筆寫下對月刊的期許，體佛陀之悲懷，追大士之方宗。所以我們要追隨慈濟菩薩的方宗，照他的風範走，訪視救災環保都要有記錄，這就是慈濟的足跡跟歷史，可以見證台灣生命力。所以我們大愛台有個節目叫見證台灣生命力。好，那我想這個就是很重要，就是你看到災難的時候，千處祈求，真的是千處有苦難，有任何的苦難，慈濟菩薩就出來了。所以呢，涌出了2006年跟人文志業同仁，雖然說我对人文的解說，那麼這個也是上人對人文這2個字從文化變成人文，然後上人一直強調就是那個人最重要，40年如一日，無私的大愛付出，4大志業8大腳印都有他的足跡。文就是文史流芳，歷史要記錄才會永遠流傳。所以上人希望大愛台可以傳播慈濟的，把見證慈悲跟深耕人文進化到全球。講那麼多其實我要講的是這個，
但是前面要幫大家回顧，我們要再拉起來。過去的可能已經有點模糊，但是往前走，要跨到2026年，我們心裡面要有一個，我們有沒有抓在杖肱上面，有沒有跟隨住上人這樣的腳步？2026年上人就提到，慈善要自為菩薩，守護眾生；醫療要自為人醫，守護生命；教育要自為人師，守護慧命；人文要自為人文，守護道德。每一個都有自。2014年3月7號四大志業的自測會，上人說慈濟志業的根本精神是為佛教、為眾生，核心價值是誠正信實、慈悲喜捨，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我的師父上印下順導師要我為佛教、為眾生。那麼因為這2句話，讓上人成就了開啟了四大志業8大法運，用佛法淨化人心，期待社會祥和天下穩。要達到目標，就要引導人人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引導別人之前，自己要先做到，不能喊口號。慈善志業自為菩薩，守護眾生；醫療志業自為人醫，守護生命；教育志業自為人師，守護慧命；人文志業自為人文，守護道德。這是明明白白在慈濟40週年的時候，上人為四大志業這樣提出來的一個精確的目標。這是四大志業需要的人才，也是慈濟淨化人心的關鍵。所以大家要共同一心，創造祥和的社會。2019年11月22號，人文志業座談，上人說：時間1秒都不停歇，會帶走一切，要把握點滴。點滴，剛剛4號說，上人一直在點滴。上人說：我的一生都是點滴人生，點滴生命，點滴慧命。沒有生命的消耗，就沒有慧命的增長。感恩時光，讓我沒有迷失方向。那麼我們在上人的指導之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之下，我們到時候就把它整理了《靜思法脈慈濟宗門綱要》。上人說，這個不是傳統經典，是慈濟的經典。打開來，每一年有上人的法脈，有慈濟的宗門，莫忘那一年，有歷史，有年，有月，有日，每一年的史實都在這裡。所以開始的一念心就是為了守護眾生嘛。然後再來，因為看到貧跟病，所以就有醫療，所以就創立了醫療。所以大家以往都是人人都是這樣的一個菩薩心。然後呢，有了醫療，那你要培養醫護，所以你就有了教育，自為人師，守護慧命。所以教育也是希望能夠慧命滋長，能夠慈悲利他。總而言之，上人說，做人難，做事更難。從開始就是人人用生命做慈濟。處理一件事要用人文道德的觀念，然後去勸導，要承擔起這一個使命。所以從一開始就是要把這樣的訊息，透過這樣的一種，不管是平面的印刷，還是後來的立體的，我們這樣的一個大愛的一個人文，都是要承擔起這樣的一個使命。所以講這個慈濟志業的一個使命呢，其實靜思維想一想，就是這個種串。各位還記得那一年，我們大家都在那裡綁粽子，都在那裡綁種串。那麼最重要的就是常住師父他們拉住了這個法脈，然後拉下來的4個小粽，小粽串呢，就是我們的四大志業。再往下一個一個的小粽子啊，每一個上人都有這樣的一個解釋。所以法脈宗門的一個綱要，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4句話：靜思法脈勤行道，傳承法隨弘誓願。慈濟宗門人間路，悲智雙運無量心。那麼就是要信，要願，要行。這也不是講好的。剛剛4號在放那首歌的時候，我想我的最後一頁也是這個：吾等弟子當謹記，敬請上人莫憂慮。那我後面幾個禮拜呢，就會針對那4大志業的使命啊，一一的來分別回顧跟敘述。好，感恩各位。